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做的是 HSK 4級考試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考試，從而獲得更高的分數。那前邊呢，我們已經學習完了聽力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現在呢，我們要來學習聽力的第三個部分。那在第三個部分裡邊，我們可以看到第36到45題，一共是10個題。那這10個題呢，你可以聽到一個短文，每個短文會有2個問題。那短文的長度是60字到110個字，但是讀的時間呢，大概是25到35秒。那讀完了短文以後，他會問你2個問題，那這2個問題中間你會有16秒的時間，你可以去想，然後去回答。那就像我們的聽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一樣，這個部分為什麼有16秒呢？因為你可以用6秒的時間去回答問題，然後你還有10秒的問題去看下一個問題的 A、B、C、D 是什麼，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們說呢，在所有的聽力考試裡邊提前看 A、B、C、D 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在前邊已經向大家介紹了怎麼去看所以現在呢，我們直接進入練習的階段。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聽力的第3個部分 A、B、C、D， 它跟聽力的第2部分比的話呢，會有一個小小的區別，一個小小的 difference， 那就是它的 A、B、C、D 要長一些詞彙要多一些。可能在聽力的第2部分裡邊，有很多都是2個字或者4個字的詞就可以了，但是在聽力的第3部分裡邊，在短文的題目裡邊有點長，所以你如果想一邊看一邊聽，很有可能會有問題，特別是有一些詞是比較難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考試開始，在你聽短文以前，一定要先看 A、B、C、D 是什麼。只有你看了 A、B、C、D 是什麼，你才有可能去猜問題是什麼，你才有可能去猜這個 topic 是什麼。然後在你聽的時候，你就會更容易找到答案。因為短文有60個字，甚至是有100個字，這麼多的句子，你怎麼才能找到答案呢？就是因為你腦子裡邊已經有問題了，所以才會容易找到答案。否則呢，特別多的句子，6句或者10個句子太多了 ，information 信息太多了，那你有可能就不知道哪一個才能告訴你答案。所以我們說，提前看 A、B、C、D 非常非常重要。那現在呢，我們先來看44和45题，它的 A、B、C、D 是什麼？然後我們再來猜一下它會問什麼，然後我們再來聽答案，我們來找答案。A 是更難過， B 是更緊張， C 是輕鬆許多， D 是覺得無聊。那 A、B、C、D 是都是關於心情的。所以他問的是他的心情，而且有更和許多，那很有可能是問做了這件事情以後會覺得怎麼樣。那所以你要去注意他做了什麼事情以後覺得怎麼樣，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了。那然後我們來看45， A 要懂禮貌， B 要有同情心， C 要相互理解，D 哭不一定好。那我們看到 A、B、C、D 有 A、B、C 裡面都是要怎么樣，那說明這个短文是關於一種看法，一種 point of view。
所以我們要注意第一個句子和最後一個句子是特別重要的。我們很有可能能從第一個句子或者最後一個句子裡邊找到我們的答案。所以呢，那我們看了44和45以後，我們就非常容易去听我們的這個短文，而且我們應該很容易聽到我們要的那個答案。如果你不相信，我們現在一起來聽一下。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哭不一定是壞事，遇到傷心事，哭一場就會感覺心裡舒服多了。人們成功的時候，因為激動會哭；人們獲得愛情和友誼的時候，因為感動也會哭。所以說，哭不一定是壞事。44，傷心時哭一哭會怎麼樣？45，這段話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好的，那現在我相信大家都能夠告訴我答案是什麼。那麼我們看一下44，他說呢，傷心的時候哭一哭會怎麼樣呢？我們聽到的是心裡舒服多了，那答案當然應該是輕鬆許多。然後他問這段話主要說什麼？那答案是哭不一定是壞事，所以應該要選擇 D。大家要注意，一個短文2個問題。那這2個問題一般來說，第一個問題是細節題，是 detail， 它裡邊有一個句子，它要問你是怎麼樣的，是為什麼，或者是怎麼樣或者是非常 detail 的問題。那麼下面這個問題一定是話題 topic， 它問你這個短文告訴我們什麼，這個短文主要說什麼。那像這樣的問題，答案在哪裡？答案一定是在這個第一句或者是最後一句。那另外就是我們在這個短文裡面聽到了很多次哭這個詞，所以答案一定是這個。也就是說，在做這樣的話題的题的時候呢，我們要注意的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还有就是 repeat 的詞常常出现的詞。那在这個部分的時候呢，我們要注意的是，我們用 A、B、C、D 來猜問題是什麼，然後呢，我們要去注意的是，我們去聽的時候，重點去聽那個內容。好的，這個是這個題目。那大家有沒有發現，我提前去看了 A、B、C、D， 所以我在聽的時候，我會更容易找到答案呢？當然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注意，先看 A、B、C、D， 然後再來聽，這個非常非常重要。好，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關於細節的題目。我們說過呢，一個短文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常常都是 detail 的題。那 detail 有可能會問到地點 place， 做事做什麼，心情怎麼樣，方式、數字、吃的、關係、時間、工作和評價 evaluation。那麼關於這些詞都有哪些 A、B、C、D， 都有什麼樣的詞，會怎麼問，我們在聽力的第2個部分都已經給大家講過了。如果在這個部分還有問題，希望大家呢可以去聽力的第2部分再去學習一下。所以現在在這裡我們就不會再多去講了。那我們主要看的是，在這個短文題裡邊，每個短文的第2個問題一般來說都會是這段話主要說什麼？這個短文主要說什麼？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他們問的是 theme， 是 topic。
那麼像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說我們剛才说過的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還有就是出现了很多次的词，或者是出现了很多次的差不多的词，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42和第43题。我们先来看 A、B、C、D。A 是身体健康 ，B 是和朋友逛街 ，C 是与家人散步 ，D 是收到邀請信。那 A、B、C、D 没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很難猜它的問題是什麼，所以我們只是知道了就可以了，不能猜了。那我們來看第43個 A， 別害怕競爭 ，B 要有判斷力 ，C 多鼓勵孩子 ，D 多與家人交流。那這4個一定是 topic 是什麼？那我們就要注意聽這段話，他想告訴我們什麼啊？所以呢，我們要注意聽一下了。第42到43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晚飯後，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肚子吃飽了，需要活动。家人忙了一天，需要交流。夫妻說說一天的工作，能加深感情。孩子談談學校的趣事，能增加了解。在這個過程中，一天的煩惱就都跑掉了。42，說話人覺得什麼事情很幸福？43，這段話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好，那跟我們猜的一樣，43是這段話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很幸運的是 ，luckily 我們都聽到了差不多一樣的句子。那你還記得嗎？42我們應該要選 C， 因為我們在第一句就聽到了晚飯後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們已經聽到了，所以肯定要選擇 C。然後我們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聽到了與家人一起交流，跟太太說說什麼，跟孩子談談什麼。那麼這段話說的主要是要多與家人交流，應該要選擇 D。那麼你做對了嗎？那如果你能夠認真的去聽，那聽到了交流，聽到了說，聽到了談，因為說和談還有交流，它們的意思是差不多一樣的，所以這個也是一種 repeat， 一種重複出現的詞。那麼答案當然應該是它。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還有別的練習。好，我們現在看44和45題。44A 是有酸有甜，那這個時候大家要注意的是，酸和甜它是味道，對嗎？是 sour 和 sweet。但是在漢語裡邊，酸和甜有的時候指的是人生啊，就是 human's life， 人生啊，就是你的 life 也有酸有甜。啊，你的生活就像菜一樣，也有味道，有的是酸的，是不太好的；有的是甜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說，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去看電影，這個就是甜的。但是如果你們吵架了，那就是酸的。我們也可以說酸甜苦辣。啊，人生當中酸甜苦辣都是有的，所以呢，這個大家要知道，要學習一下這個小小的啊，這叫什麼？這叫 culture 啊，這叫文化。B 是非常輕鬆 ，C 是其實很奇怪
D 是每天都很精彩。这个有點難猜，不知道哪一個是正確答案，也不知道他要問什麼。他可能是問的這個事情怎麼樣。那45A 要相互理解， B 要關心社會， C 要有同情心， D 自己快樂就好。那麼這個45題問的一定是這段話主要說什麼，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第一句、最後一句，還有就是它的 repeat words， 它常常出現的詞，那答案一定在裡邊。所以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樣的，第二個問題是這段話主要說什麼。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人一生中會遇到很多事情，或者愉快，或者傷心，都只能由自己去經歷，其他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生活是自己在過，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知道，別人說什麼不重要，自己感覺快樂就行了。44，關於生活可以知道什麼？45，這段話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好的，那麼你做對了嗎？我們來看一下44，關於生活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我們聽到了或愉快或傷心，人生的酸甜苦辣什麼什麼什麼，那這個就是選擇 A， 有酸有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這個問題如果你不知道酸和甜的 abstract meaning， 那可能就是有點難，這個知識大家一定要學習一下。那45當然就是主要說什麼。那我們在最後一句聽到了一個完全一樣的句子，自己感覺快樂就行了。而且你在短文裡面聽到了很多自己，所以答案應該是 D， 應該是自己快樂就好。那麼你做對了嗎？那你有沒有覺得，如果我先看一看 A、B、C、D， 我在回答的時候更容易呢？當然是這樣的。而且如果我學會了這個方法，我在選擇答案的時候會很容易就選擇對了。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除了這段話主要說什麼以外，我們還有一種問題是非常常見的，就是怎麼才能怎麼樣啊？怎麼才能啊？這個就是我們有一些文章呢是告訴大家如果想做什麼應該要怎麼做。那他最後一定會有一個問題問你，怎麼才能什麼什麼呢？那這樣的問題也是非常多的。好的，比如說我們現在來看一下38到39題。我們先看38， A 是感動， B 是得意， C 是不高興， D 是很正常啊。那麼在這個裡邊，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是關於態度和心情的詞。那在聽力的第二個部分，我已經給大家介紹了所有的關於聽力裡邊的這個態度啊、心情呀、性格的詞彙，大家要去學習一下。那第39個題 ，A 開飯館， B 多交朋友， C 改變環境， D 主動適應環境。那我們看到 A、B、C、D 4個選項，就知道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怎麼樣才能什麼什麼，才能解決一個什麼問題。那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這個問題是什麼？我們來聽，然後選擇答案。
第38到39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不要总是想着去改变你身邊的人，要學會去適應別人。要知道，改變一個人很困難，也不容易被人接受。如果別人總是想改變你，你會高興嗎？相反，如果大家都學會去適應別人，那麼生活會更美好，人的心情也會更愉快。38，如果別人總是想改變你，你會覺得怎麼樣？39，根據這段話，怎樣才能讓生活更美好？好，那麼同學們，你們能不能選對答案呢？其實我們在這個文章裡邊已經聽到了39題的答案，就在第1句。那38題的話呢，我們也聽到了一個差不多的句子，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需要我們想一想。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答案。那第38題問的是，如果別人總想改變你，你會覺得怎麼樣？那他說，如果別人總想改變你，你會高興嗎？那這個意思就是你應該不會高興吧？那而且这個对話裡邊，這個文章裡邊呢，他說了很多次，你不要去改變別人，你要去適應別人。那肯定，如果別人改變你這個就是不好的。那不好的只有這一個詞，所以只能選擇 C。然後39題跟我們想的一樣，根據這段話，怎樣才能讓生活更美好？那我們在第1句裡邊就聽到了，我們不要去改變別人，要學會去適應別人。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主動適應環境因為我們旁邊的、我們周圍的人就是我們的環境。好，那這裡的環境大家要注意，可能你第一次學習的時候學的是保護環境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可能是空氣呀、水呀這樣的詞。但是其實環境也可以是社會環境 ，society， 你旁邊的人、你旁邊的事情都是你的環境，所以你要主動去適應環境，而不是去改變別人。好，那這個是38和39題，你做對了嗎？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38和39題。那我們來先看一下 A、B、C、D。38 A 是好动，喜歡動 ；B 是愛畫畫 ；C 是害怕孤單 ；D 是沒有煩惱。那這個應該說的是評價一個人。39 A 是多閱讀 ，B 是嚴格要求 ，C 是少做遊戲，D 是讓他們感興趣。所以39的問題一定是關於怎麼做的。所以我們要注意，我們在聽的時候要注意去听。第一個是怎麼樣，第二個是怎麼做。那你注意聽，你一定可以聽到答案。第36到37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6到8歲的兒童普遍好動，坐不住。所以老師在教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時，一定要想辦法引起他們的興趣。只有讓他們覺得你教的內容有趣，他們才會願意跟你學，才肯努力地學。36，6到8歲的兒童有什麼特點？
37，怎樣才能讓他們努力學習？好，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对啊。这个應該是36和37，不是38和39，數字是錯的，但是沒關係。那 A 的話，36的話，我們已經聽到了完全一樣的詞。那37第二個問題的話，我們也聽到了完全一樣的句子，而且和我們猜的一樣，問題是一樣的。第一個是6到8歲的兒童有什麼特點？他們是怎麼樣的呢？他們是好動，坐不住的，是選擇 A。39他說怎麼才能讓他們努力學習呢？要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要覺得有趣，才會努力的學習。那當然答案應該要選擇 D。那引起興趣和讓他們感興趣，意思是完全一樣的。好的，那麼你做對了嗎？好，那我們在前邊給大家介紹了第一要怎麼去看 ABCD， 那我們也介紹了有2種最常見的問題。那關於細節請大家去看一下這個聽力的第2部分。那在那個部分呢，我們已經給大家介紹了所有的這個方面的詞彙和問題，還有就是怎麼去回答，我們都已經講過了。所以呢，這個是聽力的第3個部分的我們的一些小的方法和技巧。那之後呢，我們會給大家介紹一下，在聽力的第3部分裡邊都有什麼樣的內容，什麼樣的短文。那我們一會兒呢，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再來一起學習，在聽力的第3個部分都有什麼樣的文章。好，那現在休息一下吧。